6/5减3/2等于多少？阿尼亚信心满满的站起来，等于3/3。就算拥有读心的能力，但数学你不会就真的不会。本来按照本部的估算，阿尼亚4个月就能拿到8颗星星，成为优等生。黄昏端咖啡的手微微颤抖，别说是星星，他感觉2个月阿尼亚就得拿够闪电退学。但这种事情毕竟不能强求。今早他们在市政府的线人被抓，敌人的管制越来越严格，说不定在1点学院里都有人监视着。国家保安局以涉嫌间谍活动的名义逮捕了市政府财务部长。目睹了全程的米莉去找小姐妹八卦。卡米拉问约尔是不是没把自己结婚的事告诉弟弟，约尔这才想起来自己完全把这茬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他拿出和弟弟游历的合照给同事们看，是个非常阳光的帅哥。国家保安局是以维持国内治安为主要目的的组织，他们为了完成目的，施暴、偷听、威胁、拷问都是家常便饭。市民称他们为秘密警察，人人避之而不及。而约尔的弟弟尤利就是一名秘密警察。尤利虽然年轻，但是审讯起人来却毫不手软，先甩出照片迫使海沃德认罪。但这次抓住的只是个收钱办事的小喽啰，只知道和他接头的是个吸骨的男人。尤利提起了千面间谍黄昏，这个男人是让国家陷入混乱的罪魁祸首，他们保安局的天敌。海沃德请求尤利放他一马，他只是外流纸张赚钱去玩女人而已，绝对不是什么政治犯。却没想到话一出口，尤利就将他的头摁进了烟灰缸里。他没有将自己的真实工作告诉姐姐，一是这份工作伴随着危险，二是不希望姐姐知道自己在做肮脏的工作。海沃德所做的事触犯了叛国罪，对他来说只是一张纸，却可能使大批国民暴露于危险之中。他深爱着他的姐姐，所以只要是为了保护姐姐所在的国家，他什么都敢做。约尔慌慌张张地跑来通知陪女儿看间谍动画的黄昏，自己的弟弟今天要来拜访，他非常害怕两人假结婚的事情被弟弟看出端倪。但黄昏那是谁？甚勇见了都得引为知己，他早就准备好了恩爱夫妻套餐，甜蜜的合照、情侣牙刷和爱心大床，看得2个人都忍不住脸红起来。晚上9点，尤利还没来，阿尼亚忍不住先睡了。加文班的尤利抱着一大捧玫瑰花，蹦蹦跳跳地走在路上，一想到要见姐姐，他被姐姐勒断的肋骨就幸福地痛了起来。但同时又疑惑，姐姐结婚1年，为什么不告诉他？难道结婚对象是个大坏蛋？尤利暗自计划着，在不暴露自己身份的前提下，好好会会即将见面的姐夫。同时，黄昏也打起12分精神，隐瞒自己的间谍身份，应付好即将见面的小舅子。约尔也在为守住自己杀手的身份努力着。每个人都有不能展现给任何人看的一面，顶着虚伪的笑容装腔作势，借此掩盖真心，隐藏本性。世界就是如此维系着和平。尤利按响门铃，伯杰夫妇开门迎接。100086个心眼的3人终于正式见面了。表面上大家都挂着热情的笑容，私底下却是暗流涌动。一个要分清对方的存在会不会威胁到自己的家庭，一个要评估对方配不配得上自己的姐姐。黄昏去做饭，把空间留给姐弟俩独处。尤利要在姐姐面前扮演好认真的公务员，约尔要在弟弟面前成为称职的妻子。尤利一上来就开门见山，表示自己不认可姐姐的婚姻。对方到底为什么结婚1年还瞒着他不说？关于这个问题，黄昏事前和约尔做过联系，实话实说就可以，毕竟单身女性受到歧视也是事实。但约尔了解自己的弟弟，这么说只会让对方更加怀疑。约尔拍着胸脯保证自己已经有了完美的借口，于是面对弟弟的质问，就见约尔张口就说自己忘了，他忘了自己结了婚，也忘了把自己结婚的事告诉弟弟。被姐姐蒙蔽双眼的究极解控尤利居然就相信了这么扯的说辞。即使黄昏的料理惊为天人，但尤利依旧对抢走姐姐的黄昏敌意满满，掏出葡萄酒就要把黄昏灌醉，揭发他的肮脏本性。尤利问他们怎么认识的，于是黄昏编造出了两人在服装店一见钟情，吃过几次饭之后决定交往的故事。多疑的尤利和审问犯人一样，问他吃过几次饭，吃饭的餐厅叫什么，第几次就能交往的，又为什么决定结婚，又是怎么叫对方的。一听黄昏叫姐姐约尔这么亲密的名字，姐姐或许还会叫黄昏洛洛。无法接受的尤利尖叫着给自己灌了杯酒。面对姐姐的时候，他的理智值基本为负数。尤利气闷地想，姐姐究竟喜欢黄昏哪一点？不就是会做饭又体贴，长得帅，1米8还是个医生吗？尤利越想越气，抽起酒瓶吨。这小黄昏算是明白了，他们一家的酒品都很差，于是赶紧转移话题，谈起了尤利的表面工作外交官。前阵子还去了一趟胡雅丽出差，于是尤利向两人谈起了胡雅丽的风土人情，什么连皇后都光顾过的咖啡馆。黄昏故意将话题引到胡雅丽的首都上，果然听到了自己想要的对话。店长爷爷做炖菜非常好吃的餐厅，在黑哲大道专卖店200达克买的葡萄酒。而这段对话是中国情报机构假说词指南中的一段，出国时伪装的范例是完完全全的谎话，因为店长爷爷早就把店给了儿子打理。葡萄酒也涨价到了300达克，这种程度骗得了外行人，可骗不了
不了他黄昏。他在听说尤利在外务省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有所怀疑了，毕竟外交官可以说是间谍的起点，而且经过调查，尤利担任外交官的迹象只到1年前，只有就去了情报部门，也就是说，他这个小舅子的真实身份是他的天敌秘密警察。不过只要尤利没有对他的真实身份起疑，他就可以利用对方作为有力的情报来源，而且对方明显对月儿也隐藏了真实身份，出乎意料的好掌控也说不定。但念头一闪就被啪啪打脸，他依旧不认可黄昏当他的姐夫。他们家父母双亡，家境贫寒，姐姐为了他拼命工作到伤痕累累，所以他发誓要尽早出人头地，成为保护姐姐的男子汉。唯一的亲人就这样被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家伙抢走了，他不生气才怪。当然，他也希望姐姐结婚，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，但对方必须是比他更能保护好姐姐的人才行。尤利质问黄昏能否胜任这个角色，黄昏面不改色，发誓会用一辈子守护到月儿最后。尤利心中一惊，黄昏居然这么爱自己的姐姐，他不相信对方绝对是个骗子，激动之时不小心弄翻了酒杯。月儿和黄昏帮忙收拾的时候，手不小心碰到了一起，两个人都脸红的避开了对方。尤利一看，你们都结婚1年了，碰个手都反应这么大，真的是夫妻吗？黄昏和月儿赶紧表示他们非常恩爱，口说无凭。尤利让两个人现在马上亲一个给他看看，不然他就去市政府撤销婚姻。经过了1秒的思考后，黄昏痛快答应，只是亲一下就能让任务进行下去，有何不可？但这对于连手都没牵过的月儿来说实在是太刺激了。说着，黄昏一把搂过月儿就要亲上去，两人难道要假戏真做了吗？